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日本在石垣岛部署导弹，要锁死中国海军的出路，为干涉台海问题做准备。8月4号，日本宣布在一处距离中国台湾仅有200多公里的岛屿上部署反舰导弹和地对空导弹系统。那么这个岛就是石垣岛。石垣岛是琉球列岛中最南端的一座岛屿，这里呢距离台湾岛只有200多公里，距离钓鱼岛更近，只有170公里左右。在这之前呢，日本已经在鹿儿岛地区、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上呢部署了相应的导弹。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他们要在2022年底之前，在石垣岛部署一支规模为500到600人的陆上自卫队导弹部队，目的呢就是抗衡在第一岛链内日益活跃的中国海军。他们设想赋予石垣岛更多的军事功能，把这里打造成监视中国军事活动的前沿。在石垣岛上，日本实际上已经设置了一个监听站。那么这个监听站不仅能够收到台湾地区的电视和广播，也能收到中国大陆的某些省份的相应的广播电视信号。那么它侦测我们的通讯以及相应的一些无线电信号，可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现在呢，他又想在上面部署导弹，那么就把一个隐藏的间谍基地又变成了一个军事的作战基地。美国一家保守派的智库公布了一份耸人听闻的报告，称石垣岛可能成为中国夺取整个琉球群岛的先头岛屿。那意思呢，好像他必须要在这个岛上部署部队来抗击中国夺取琉球群岛的一个行动。那么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也是在为日本在石垣岛上部署导弹系统做铺垫。那么日本在这个岛屿上部署这么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其目的何在？仅仅是为了保护冲绳群岛的安全吗？非也。日本政客最近频频地表达出了要干涉台海的意图。它这个岛屿离台湾很近，离钓鱼岛很近，有利于它干涉台海的事务。最近呢，日本自卫队也在防伪白皮书中把台湾问题从中国的章节抽离。现在他又计划在距离台湾仅200多公里远的石垣岛上部署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其目的就是要封死中国海军前出太平洋、从东部包围台湾的通道。那么岸舰导弹可以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日本自卫队部署在石垣岛上的这些导弹系统，是否会威胁到中国的舰队安全呢？应该说毫无疑问的，因为他所部署的这些导弹射程相对比较远。那么一旦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编队从宫古海峡穿越进入西太平洋，就有可能遭到它的封锁，并且对我们的舰队构成严重的威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首先，我们要及时掌握相关的情报信息，对它部署在石垣岛和其他岛屿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军事基地以及武器系统进行全面的相应的掌握，因为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那么掌握了相应的情报信息，就为我们后续的反击行动呢奠定了基础。因为不管他们的武器装备怎么先进，都离不开相应的基地。那么这些基地只要位置是死的，哪怕他做了移动，他也跑不远。只要日本有采取挑衅性的军事行动，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灭亡。但是我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一旦日本当局要决心介入台海问题，那么这就是一个严重的后果。我想，即使日本自卫队在这些岛屿上配备这样的武器系统，应该说一般情况下也不太敢用，因为后果相当严重。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基地除了它有拦截我们舰队出航的这个能力之外呢，还有大量的侦察设备。那么这些侦察设备始终明里暗里在收集我们的情报，我们也不得不防，是吧？必要的时候也需要对它实施强有力的压制。当然，这种压制呢，包括软杀伤和硬杀伤，就要看形势的发展如何进展演变了。一旦演变到比较严重的事态，那么我们有可能从软砂糖转变为硬砂糖。因此，不管美国以及日本
对我们有关解决台海问题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措施，我们都应该有相应的办法与之抗衡，使之不敢动手。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啊！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